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8.70，收盘价是172.0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3.57，最低价是在166.79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3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5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反弹向上的位置。当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并且呢收盘价是继续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愿望的，但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成交量啊呈现的是量缩。所以这样一来啊，后续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，它应该会有一个补量的上攻。那否则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或者是继续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是突破，就是突破前一根 K 线的最高或最低。那向下突破呢，收盘价会在166。向上突破，收盘价会在175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170.5附近。实际在5月11日收盘价是在172.08，出现了横盘向上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反转向上。那我们预测的横盘啊，收盘价是在170.50，与实际发生虽然点位相差较大，但是本质相同，就是收盘价依然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有了这样一个技术支撑呢，那么会有利于股价继续维持目前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在这里就是头高，底高，对，也就是说股价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5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7，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并且呢再出现一个新高来维持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。那一旦177被站上呢，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192。192我们回顾一下，是自4月12日以来的这一波的强势的下跌。那也正是由4月12日开启的这一波下跌啊，出现了第二个低点152。这第二个低点是相对于自2月16日以来的下行。那
3月13日，这是第一个低点。所以呢，目前我们如果从2月16日来看，目前股价是在一个空头的趋势当中，所以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瓦解自4月12日以来的这一波的下跌，为后续呢股价转为多头趋势奠定一个基础。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些目标啊，其实都是强压力，也就是在这两个位置都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两个目标177和192。我们再看下行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0，就是要跌破160，就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160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。152我们刚刚说了，一旦后续股价再次跌破152呢，将会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两个目标。当然下行的两个目标实际上也是重要的支撑，那也有可能股价会在到达目标之前遇支撑而继续反转向上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在5月12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在170到171，我们取它的中线170，我们调整水平线到170。好，那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，我们说一下理由，就是说如果股价能够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，我们会看到是很有利于向上突破的。但一旦股价是低开盘，并且呢在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会看到目前的5日均线值的方向是向上。一旦股价在盘中是在170以下运行，那我们说这个5日均线值呢很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或者是至少要出现一个向水平方向转折的这样一个走势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股价后续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所以5月12日盘中我们关注170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2个多头的仓位，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。在4月27日收盘价160， 5% 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是165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到了5月5日的收盘价170，会有10%的加仓，然后目标是173。那如果到5月11日，我们会看到5月11日盘中也是到173了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目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5月12日，我们要给出，因为这个通过加仓啊，这个仓位还没有获利，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是在170，就是我们说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啊。对不起，讲到这里我要纠正一下，盘中我们关注的是171，刚刚那个有误。就是5日均线值是从170到172之间，所以盘中我们要关注171。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到5月12日我们要给出的
止损位是170，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。那在5月12日收盘价，股价一旦跌破了170呢，那我们要即刻出场。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回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多头的仓位。另外一个仓位是在5月5日首次进场抢反弹，170%，5%进场抢反弹，目标是173。如果到了5月11日依然没有获利出场，那到5月12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也是在170。那之前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是167，对，现在我们提升到170。好，这是两个多头的仓位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空头我们会看到，应该在5月10日盘中或者收盘的地方，或者在5月11日开盘之后，都会有空头的建仓或者说是加仓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就是5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74.5附近。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，那目前还在持有的空单，我们认为他们的回补位依然会在174.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它不会去加仓。那如果股价在5月12日出现了高开上行，那我们认为更不会有空单的加仓，因为目前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短期多头趋势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所以空头只有等待股价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出现回调，然后或者上方遇到压力之后，才有可能空头才有可能会建仓或者是加仓。所以目前空头已有的空头的仓位，它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74.5。那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股价一旦上行继续回补缺口的时候呢，或者我们说只要高开盘，那么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呢，应该是不难的。好，这是对于这样一个空头的说明。然后空头还有一个进场点，就是一旦在5月12日如果出现了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出现了下行，那我们认为在172，也就是前一根 K 线收盘价172，会有空头的叫做加仓。对，那在这里我们想补充说明一下啊，就是说应该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出现下行，一旦在盘中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运行，我们会看到左上角屏幕左上角这是5日均线值。那一旦在盘中股价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呢，一定会有空头的加仓在这个位置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60。然后他们的回补位仍然是174.5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174到177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83，是4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70一直到172。
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包括前3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66到167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，第三个支撑就是这个缺口162和163，我们把它可以和160合并，就是从160到163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5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，我们依然说股价会出现上涨或者下跌2个方向，这将取决于它的开盘。那如果是股价出现上涨，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最低股价会回踩到17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9.5附近，收盘会收在179，然后它的条件是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也就是说，上涨我们认为它会回补这个缺口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下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3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6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6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，或者我们说叫回档。好，如果在5月12日当日既不出现大幅的上涨回补这个缺口，也不出现回档，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1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3.5附近。也就是横盘向上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冲高，然后呢还会被压回收在低位，但是收在这个低位呢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